来，新玩具！今天我们来玩藏王阁出品的这款小鹏，也是小比例冲云霄的第一款作品。其实藏王阁在做大比例的时候，就能感觉到这家厂子是非常用心的。价格虽然说稍微贵一点吧，但是贵的是很有价值的。他们家的东西做工素质、造型方面，包括它的变形设计，都是在第三方里边非常的可圈可点的。这一回的小鹏也不例外。盒子的外包装虽然是一个小比例，但是它一点都没有省略。盒子和之前的大比例的那个包装形式是一模一样的。配件方面，一把大刀已经拿在了手上，一个大手合体最后组合时候的，然后一把大枪。但是问题就来了，我看说明书啊，这个纸品的时候，它里边的内容物枪的造型是不是有点不太一样啊？我怀疑我是不是又中奖了，这个枪带错了呢？这枪应该是后续成员的啊。人形360度转圈，我们来看一下用料材质方面和之前的大比例的那一款用料是基本上差不多的，而且这两个翅膀它用的是透明件，然后上的金银漆，所以这个效果会非常的好看。但是呢，在造型方面和变形结构方面，又跟大比例的那一款是完全不同的。可以说，这款小鹏和大鹏之间的设计吧，应该就是一个全新的演绎，并没有把原版的那个等比例缩小简化，这个是一个完全重新设计的，这点好评。而且在美型度方面来说，藏王阁的这种美型吧，它其实用了 G1 的元素，但是又用自己家的这种机械美型风格重新演绎了一下，效果很不错。同时，藏王阁一直保持他家的精湛做工，甚至在这款小比例上边的螺丝孔都给你用毒孔堵了起来，涂装的细致程度也是一目了然的。包括在一些关节上边该换料子的换料子啊，不是用那种普通的 ABS， 而是用了更有韧性或者说更耐掰扯的一些料子，所以这个料子是非常不容易出白痕的，而且它的材质也是相当的厚实，这料子手感摸起来真的非常的好。可动素质方面其实也是比较优秀的，因为使用到了胳膊肘旋转的这个关节来做腰部，所以这个小鹏是可以弯腰左右旋转也没有问题。同时在一些可动的关节范围上边也是保持了基本上该有的一些素质都有了。而这两个大翅膀展开以后，身上的多段关节还有翅膀的每片羽毛都是可以打开的。这样的一个延展效果导致了虽然是一个小比例，但是它的翼展伸开以后也是挺巨大的，很漂亮。而且在整个的一个霸气程度方面，我觉得也是不亚于那一款大比例的。脚踝这里边的左右接地采用的是一个巨大的球冠，因为最后变完了老鹰形态是一个鹰爪嘛，所以前后也有一定的幅度，所以导致了这一款小鹏你在摆一些夸张姿势的时候，甚至可以把腰塌到很低，加上一个弯腰的关节辅助的话，其实这个起手式斩人的动作做的也是比较嚣张的。肘部这里采用的是双轴段关节，包括手腕这个地方打开卡扣可以往回稍微窝一点点，所以双手握刀的姿势也是可以呈现出来。而翅膀也有一个往前窝折的范围吧，这个翅膀也可以朝前啊，把这些羽毛都放到前方，相当于另外的一个护盾老武器一样的，摆出来的造型也挺好看的。其实我觉得带翅膀的这些机器人啊，把翅膀放前边，我觉得会更有气势吧。所以呢，这一款小鹏就算单独摆出来当一个可动人偶的玩，这个效果也是非常不错的，很帅。然后我们来开始变形这款小鹏，先从人形变成鸟的形态吧。首先我们先把肚子这里的盖子打开，头直接180度翻进去就行了。额外的这里还预留了一个抠指甲的小拨片，就是你变回来的时候直接一抠这里，脑袋就可以翻出来了，这点还是很贴心的一个设计。然后胳膊这里捏一下，后边打开，把拳头180度翻进去，把这里的卡扣对上，咬合下来。接着肩膀上的这个肩胛往下扣，直接往下压就可以了。接着我们翻到背面来，把这片翅膀整个的180度用这个双关节翻转打开，延展开这个翅膀，然后根据这个球冠往开翻，
这里全部都是腾空间的一个位置了，先打成横着打，尽量把这个空间挪开。鸟头的部分往上打开翻转，记得把这个黑色的零件也要往前翻，翻到底，然后旋转180度，把鸟头放正。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这里露出来了2个黑色的连杆的地方，把胳膊从这里掏过来，腾开中间所有的范围之后，要把翅膀和手臂换一个位置，把手臂背到后边来，放到这里备用。接着翅膀我们就可以往前撸，把这里都先腾开。下方这里腰部的这个深灰色零件啊，往后滑一下荡，它这里有个双关节，注意搓动。滑过来以后呢，让这个红色和灰色保持平行，接着就可以把手臂放下来。这里边有2个卡扣，一个扣在后背，一个扣在腰上，把这2个卡扣对转结合，手臂就放在后背上就可以了。这里要注意一下，肩膀其实到这里是一个 V 字形，稍微斜着一点点角度。好，上半身我们基本上就变得差不多了，然后把侧裙甲这里都打开，腰部尾翼往下折一个双关节，腰合上来，接着腿部从大腿根旋转一个180，扭到这边来。放好，接着脚踝再扭180，这个地方很贴心的是把螺丝孔给你堵起来了，然后按一下膝盖，解锁开小腿下方这里的卡扣，再往下窝折，把这块再往里卷一卷，另外一边也是，解锁开这个卡扣以后，把小腿往前窝折，然后脚踝这里啊稍微的往后来一点，有那个鸟腿的仿生形态，关节还是很紧的。新玩具第一次玩的时候，小心一些折动，然后扭扭正。我们把这一片根部的这个关节往上提一下，贴到大腿上。从这个角度看，往上折一点点角度，放好，然后把尾巴这2片羽毛打开，这大尾巴炸开它，哎，最后把这上边的羽毛也都给它打开。好，简简单单几步，藏湾阁的这款小鹏变形就算完成了。整体来说，鸟的形态还是挺帅的，翼展打开以后的翅膀也是相当的漂亮，而且鸟头的这个部分刻画的也是很精细的。它金色的部分大部分都是用了透明件，然后在上面再涂金漆，所以你对着灯光的效果来看的话，有一些会通透出来光以后的那种金属光泽感，很漂亮，很好看。然后就是鸟的形态又有一个优点，之前在大比例的时候我就是说藏湾阁家的这个仿生感做得很好，它不光能张开翅膀，在落地以后收了翅膀的这个形态也是和现实中的鸟类那个收翅膀的造型是一样的。那个时候在大鹏上面做就很优秀，这回小鹏也能做得出来，所以这个大翅膀的这些关节的可动性还是非常好的。接着咱们再来变它的合体形态。合体形态的大鹏嘛，从历代开始都是需要拆的，把翅膀要先拔下来啊，因为翅膀最后是要给冲云霄合体的那个大的去用的，所以在这里设计了一个滑的脱扣，包括它在盒子里边装的时候，翅膀也是额外搭载的。好，先把这一块整个的折开。然后手臂这里一个双段关节，中间有卡扣，我们先把这里扣合起来，找准位置，接着再转到这个侧面来，人形的侧面，稍微的扭动一下，扭到这里，这里会有一个结合的搭点儿，把这个卡扣
搁上去，定个位置，头往下翻折，这里的双关节用一下，然后这里有又一个搭扣的位置啊，把这个鸟头定在了脖子的上方。接着一层一层往下，我们先把翅膀跟这么撩开，先把尾巴跟这么撩开啊。合体的关节，这是连接键，大鹏应该在这面这条胳膊。我们把这个地方弯腰关节注意一下，然后旋转，上边的一个旋转过来以后，下边这里再转一下，把尾巴朝前，这样的活动范围就大。然后侧裙甲跟这么先打开，两条腿腾开空间。我们这个时候要做的是拿鸟的这个后脚趾上边的一个卡扣跟小腿结合，注意一下这里这个脚踝关节很紧啊，把这个地方咬住了它。另外一个也是，好，咬住它，然后双腿之间的卡扣连接在一起，扭扭正，接着小腿再往上贴，贴到底，有一个锁定的感觉，锁住它。然后翅膀下方，翅膀啊，尾巴下方这里有两个卡扣，我们调整一下双关节，把它结合在小腿甲的金色零件上，扣合，接着往下贴，用侧裙甲把大腿包上。这个时候调整好，我们把手臂拿出来，大手就是直接一个套合的 C 型滑槽啊，往里一滑就可以了，咬上了，整体效果还是不错的吧，美观程度也可以啊。而且这个大鹏变的胳膊上面应该会有一个臂炮，我觉得这把带错的枪将来以后应该也会连接吧，最后挂载在某个方面啊，很漂亮。光从这只手臂来看的话，这个造型也是不错了。总结一下吧，相当不错的一个小玩意儿啊，保持了藏丸阁家的那种美术风格，还有在变形设计上边，虽然说看起来挺简单的，但是2个形态包括3个形态的实现效果也不错，而且变形起来也没有什么难度嘛，比较流畅。但是在一些涂装的细节、做工用料、可动的关节塑形方面，这一点保证的也算是一丝不苟了。可以说藏丸阁的这款小鹏真的性价比非常高。如果说你之前买过他们家大比例，好像这个玩意儿只需要不到90块钱啊，88块钱可能就能买到这款的。但整体把玩下来的素质，这一款可绝对不像是80、90块钱现在第三方的一个产品素质。这个如果说就是放在现在的小比例市场上边吧，放在其他家出啊，这一款我觉得咋也得卖200多块钱。参照铁工厂的那个红龙都200多啊，更何况这个呢？所以最终我猜测啊，它的这个活动性质呢，你比如说买大的优惠价买小的，这个我觉得就是一种小比例的内卷行为吧，或者说越来越多的第三方厂商开始入驻这个小比例的这个圈子吧，能让这个圈子更繁荣，我觉得是一个好事啊。最终我对这个东西的评价真的是非常高的。首先它的性价比就摆在这里，价钱一下子便宜那么多，而且最终的一个产品素质能达到这么高的水准，很棒了，已经不容易了。很期待它最后完成合体以后的造型，或者说最终其他的成员摆在一起的小队效果吧。那么这期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